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我們會特別來討論到的是中美晶片戰正式的失控嗎？華為喊出的要製作出的1.4奈米，並且使用的是濤定律來挑戰過去幾十年稱霸的摩爾極限摩爾定律。那麼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艾斯摩爾則是罕見的槓上了華府，輝達也被捲入在這一場中美科技戰的政治供應鏈拉扯。美國一方面要蓋1000億級的晶圓計劃，面對中國大陸全面開火。先來介紹今天的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建中老師。思敏，各位觀眾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記得幫我們的影片節目開始先按下讚，在留言區特別幫我們寫下了熱推2個字。如果希望跟我互動，歡迎觀眾朋友寫下熱推我在哪一個城市打卡收看。另外呢，如果看到熱推鍵，記得按下熱推這2個字了。今天節目我們要特別關心到的是剛剛特別提到的中美科技戰。首先先看到今天的火線話題，共是3個，我們等一下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華為喊出的，接下來不用再靠西方國家的 EUV 了，也能夠衝刺在1奈米。1.4奈米，並且拋出了濤定律，這個是什麼？等一下會請專家來特別幫我們做解讀。這個定律可以挑戰摩爾定律，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大突破，也會準備改寫全球半導體遊戲的規則嗎？第二件事情是回顧一下，華為在過去6年一共是量產了381款的晶片。黃仁勳自己坦言了，大陸的 AI 市場已經逐漸的。在美國方面，對大陸市場逐漸失守了。艾斯摩爾也罕見的，因為了這個美國對中的限制而槓上了華府，反對出口管制。全球晶片的供應鏈現在已經升級為一個政治問題嗎？在中國大陸快速的衝刺之下，艾斯摩爾、輝達霸權還能夠穩得住嗎？這是第2個問題。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美國請全國之力要來拼半導體產業嗎？一方面推的這個法案要圍堵大陸的晶片，要求盟友一起圍堵中國。到馬斯克他宣布要蓋這個超級晶圓廠帝國，這一場科技之戰背後搶奪的是 AI 霸權，也或是美元或人民幣霸權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趕快要來關心到的是大陸的科技戰，這一回真的會改寫規則的一個新的突破新階段了。最新消息，華為正式的拋出了全新的半導體理論濤定律，透過邏輯折疊的技術是可以不依賴 EUV 極紫外光機的曝光機的。最快他說2031年就可以做到量產1.4奈米的晶片了。一旦成真，等於是公然挑戰了過去數十年來稱霸的摩爾定律。我們趕快來看到華為過去的成績，這6年來量產了包括了381款的晶片，今年秋天還會再推出它的新一代麒麟手機晶片，號稱透過這一種邏輯折疊的技術，可以搭配晶片大幅提升 AI 的運算以及它的能源效率。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趕快請聶老師來帶我們關心到的華為拋出了這個濤定律，而且不用到 EUV 就可以把晶片持續推進到1.4奈米。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神奇的技術？真的可能做到嗎？摩爾定律現在被說已經逼近到了物理的極限，難道未來是在靠先進製程，還是另外一場全新的架構革命？那聶老師怎麼看？好，其實我這裡要科普一下，還好我有一些工學院的背景，而且我一直在教數量方法。有一個字，希臘字非常之重要，我相信我不科普，很多人還搞不清楚什麼叫做濤。我不知道2位知不知道，因為我是工學背景的，知道嗎？知道嗎？你們可能都不知道。濤就是這個字，濤是什麼東西？希臘字就是 T 的希臘字，T 是什麼？就是時間 time。好，這樣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跟大家報告一下，非常清楚，濤定律就是維持它另外一種可以超前的這個速度，也就是這個效能更超前，它是用時間的壓縮，而不是過去用把一個同樣的一个單位中，比如晶片或叫基體電路，把以前的電晶體啊，把它壓縮，一直壓小，那小到你根本看不到。什麼叫奈米技術？越小，同一個單位裡面放越多的這個電晶體在裡面，
它走越多的電路，你可以在越小地方做到越超強的能量，不是這樣嗎？就做小，大家知道哈。那小到很小的時候，你就必須靠一個東西。我跟你講，你顯微鏡是不是可以才能看到很小的東西？你就必須靠那個所謂的極光機啊、EUV 啊，這個所有的這個艾斯摩爾荷蘭就專門做這一塊，讓你很小的東西可以光照進去呢，真的照那個藍圖，你才可以把電路照過去。那小到不行，再小再壓縮，你就會發現就會超過我們後來在前幾年講的叫摩爾定律達到了極限。那我先回顧一下，我們基本的科普一下，什麼叫摩爾定律？摩爾定律呢，是當時不可一世的一家非常厲害的記憶電路公司，叫 Intel。在我那個美國讀書的年代，所有的電腦，我們不管當時的 Clone 啊，從那個 PC， 我們從286、386到486，當時記憶體只有256K 到1 MB、2 MB。我在美國開過電腦公司啊，先報告一下。也就在那個年代，我們所看到CPU加上去就叫 INT 了5個字 Intel。不可一世的當 CEO 叫做 Gordon Moore。他就覺得他們太厲害了，我跟你是，他認為我們可以在18個月到24個月，也就是2年之內，讓我們所有的一樣的東西，我們越來越壓縮，技術越來越好，讓你越來越小，越來越好。你看到一樣的東西，我可以做到越高效了，越高效，越來越厲害。每2年加速2倍的含量在裡面，越來越什麼東西小。那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實啊，這個我們講的我們的對岸華為，因為受到了晶片制裁，剛剛講到6年。不是麒麟的這個麒麟這個晶片不是攻擊華為手機，好像越做越棒，好像怎麼也不太輸，有沒有？當然，它還沒有辦法做到先進奈米製程。雖然我們的中國大陸它的成熟奈米製程在全球 Wavelength 已經真的掌控了全世界任何我們不管民用的大部分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我們的使用的 gadget 的商品。可是你知道比較高科技、很先進的這些奈米製程啊，甚至3奈米以下的，我們講台積電基本上全球一枝獨秀嘛，就是三星還有 Intel 早就大概在這個方面退場了啦，它只能銜接這個台積電過去來把它的基礎建設再加持。我現在重點就在那當對岸被大家知道，川普1點裡面還沒有打那麼兇，在2019、20的時候，那個拜登時候就開始對華為做產生的禁令。那大家要知道，當時在2018年是先對知道華為很厲害，先把孟晚舟抓起来，把他這個弄了30天，有沒有？我要講的這件事情是告訴大家說，美國看到華為的成長，他不讓他成長，因此對他做了非常多的壓縮。這時候呢，在華為讓他無洞可鑽的這種制裁之下，3次的清單，到了2020，那我們的對岸真的受不了，他只好用他過去曾經提過一個定律，這個定律其實他們很早就提出來了。那這個有一個人，我們必須講一下，叫做1996年入到華為進去的一個女人，叫做何庭波啦。這個人呢，跟大家講一下，她是一個董事。你不要小看這個人，他是雙碩士啊，他也沒拿到像我這樣拿博士。重點博士不重要，他是一個物理和通信的雙學位。重要是他是湖南人啊，抱歉啊，因為我也是湖南人。重要是湖南人很能做事，很有 guts， 做事就專注，就跟最近有一個機車叫張雪一樣。都是湖南人，湖南出才子啊！就毛澤東不也湖南人？好，重點來了，也就是我們這種湖南人的精神打拼。他當時做他的業務部門，就辦到業務部門 CEO 也做到最強最厲害，所以他被稱為叫華為晶片之王、晶片女神，或者叫做技術女神哦。這樣一個女孩子，你知道被他們重用。好，這時候他就不斷的推陳出新，他因此做出了一個用過去的濤的定律來說，我們用加速的方式，不需要縮小。好，那他就用行動說，在一個城市中就這麼大，你的地崎嶇不平，我們就盡量蓋道路，盡量蓋道路，越蓋越多，越塞越多，越塞多。好，這個我們基地電越來越多。可重點，他用另外一招，他說我們用折疊邏輯折疊的方式 ，logic， 你知道嗎？那種折疊的方式，要 fold 它 ，fold 什麼意思呢？就是疊加，疊加之後它可以超強。各位想想，我國中就畫了一個，我們講畫公路，畫高速公路，我就畫了天上的公路。你知道，你一旦超過了地上你還要繞路，還要碰到崎嶇地形。它是用高架模式，並直接到對岸。我要強調就是，它是用超速的方式去做，也就是不是把這個容量一直壓小，而是把時間加速，把時間變短啊，不是小而短的方式。這個東西叫 time 就是濤，希臘，所以叫濤定律。有人當時把它定成叫何庭波嘛，何氏定律 ，Hurst law，no， 它叫濤 law。好 ，anyway， 這是現在華為要做的。那因此呢，這時候它只做速度的加快就是縮短，而不是縮小。你覺得還需要 EUV 嗎？對。所以荷蘭會擔心啊。那當然，它現在要做1奈米，不是說它可以做到這麼小到1.4奈米，那是一個大小的概念。他說它的效能可以達到1.4奈米這樣的一個邏輯折疊，讓它可以做到
即便先進製程，就我們講1.4奈米好，2奈米，甚至將來到1奈米好，所做到的東西，華為用這種邏輯哲學方式，一樣滔定律可以做得到。好，所以我們看到華為最新宣布的這個新突破滔定律，這個消息一出來，真的是坐實了現在艾斯摩爾跟輝達可以說他們的噩夢，因為他們先前就已經預言說中國大陸很可能會超車，現在等於是坐實這個噩夢即將要成真了嗎？我們來看到，所以呢，這2家公司企業的大佬趕快站出來喊話。首先是艾斯摩爾的執行長福克罕見發了一個重話，他說持續對大陸市場的出口限制只會加速中國的自主研發，而且他也用沙漠求生來比喻中國大陸現在在自主研發的這一條路上面，他說他可以在逆境中自給自足哦。對於艾斯摩爾來說，他說現在此刻就是存亡的問題了，並且他也從這當中看到了具體的數字，中國大陸艾斯摩爾在中國大陸的營收佔比會從去年的33%，在今年會暴跌到20%，所以荷蘭政府已經正式的向華府表達了不滿。而美國到底是祭出了什麼政策？事實上就是在4月份祭出的這個 Match 的法案，要求不管是盟友日本啊、荷蘭都會限制賣這一些高階的，不管是先進設備、晶片等等 EUV 啊、DUV 給中國大陸。那另外一方面，一方面我們看到艾斯摩爾是抱怨美國所做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現在得知的一個消息是，艾斯摩爾執行長私下證實他有跟馬斯克會談，因為馬斯克呢最新他說他計劃蓋一個高達1190億美元的 Terafab 超級晶圓廠的計劃，地點選在德州，接下來會打造的是整合邏輯晶片、記憶體、先進封裝這一種超大型的晶圓帝國，被視為說，難道現在美國也要複製中國大陸的模式嗎？透過這種國家的力量，再加上科技巨擘的這種力量，一起來扶植當地的半導體產業嗎？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說了噩夢成真的，還有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了，他再次的點說，在美國的出口管制之下，輝達已經把中國的 AI 晶片市場大致上都拱手讓給華為了，聽起來有點認輸的感覺哦。那麼他還強調說，華為在今年會非常的強，尤其是在接下來的1年，他說他會再創佳績，而且本土晶片生態鏈也發展得非常好。接下來華為可以完全不靠 EUV 發展出它走出它的新的一條路嗎？對於艾斯摩爾跟輝達來說，又會有多大的一個威脅？那這是一個全新的產業革命嗎？謝大師怎麼看？對，這個就是一個全新的產業革命，所以艾斯摩爾很緊張。我想全世界这些有關晶片的主要的大廠啊，還有就是說晶片設備的製造廠，我想現在都在還要想搞清楚到底什麼叫什麼滔定律啊，這個要不然就是趕快學，要不然就是搞清楚對它這個產業造成衝擊有多大，剛剛摸清楚。我想這應該包括我們台灣的這個我們所謂代工產業啊，我想衝擊一樣大，一樣大，因為這個就很簡單嘛，就變成就是說。這個科技的一進步啊，會把一整代的東西全部淘汰掉。鐵路出來的時候，中國的大運河就沒什麼用了，全世界的大運河都沒用了。不靠運河漕運了。你要說在中國在清末的時候，清朝以前，全部都是漕運，北方、南方，然後呢，重要運輸都是靠船啊，漕運啊，所以有這個青幫，這個所有的都要有規則的啊。那鐵路一出來以後，中國所有的運河都淤塞了，就是這麼現實啊。那你更不要講說，我們小時候可能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我們以前哇，Sony ，Sony 這個啊，多讓人向往啊。現在你看它不行啊，它就主要它沒有跟上這個科技發展的腳步，它的產品沒有跟上來。那更不要講日本當時做那些什麼做那些什麼。Walkphone 啊，那些啊 ，National 啊，現在沒有了。那現在唱片大家是玩家在玩了。以前我們聽音樂都是唱片，唱片錄音帶一出來，唱片就沒了，唱片也通通關門。然後呢，CD 一出來以後，那個錄音帶也沒了。現在 CD 你也買不到了。對。為什麼買不到？現在大家都用手機直接把音樂都 download 下來，或者我在手機上就加入這個音樂網站就可以了。車上也可以聽，走到哪都可以聽，要聽什麼都可以聽。對，所以就變成就是說，這個科技隔代換代是最可怕的。你要知道你是會被淘汰掉，因為這個所謂時間縮微嘛，他剛剛那個聶教授講得非常清楚，時間縮微。
過去是什麼？是物理縮微，把你這個物質把它縮嘛。那現在它是用另外一個概念來做，就完全另闢蹊徑嘛。同樣產生的效果，他說我2031年我做出來的晶片就是達到1.4奈米的效能，對不对？那怎麼做的話，可能我的整個內部設計啊，各方面都不一樣了。是，對，所以他說，所以最近就變成就是說，當時華為在被這個封殺的時候啊，他花了大概4年的時間嘛，1500多天嘛，我記得他們講1500多個日子裡面，他們突圍了，也就是那個他當時的那個晶片，手機的晶片突圍。那當時手機一出來就是 Mate 60P 嘛，我記得 Mate 60，一出來的時候，哇，各國都把他那個手機趕快買去，把他那裡面的核心處理器拿出来拆，一拆出來發覺，果然是中國大陸做的，不是外面什麼我們台積電幫他做，沒有了。然後呢，中國大陸設計的純指7奈米，那他們就很奇怪，怎麼做得出7奈米？那他現在已經講了，他們已經用這個所謂的這個定律這個時間的這個定律來怎麼樣？已經設計了300多個晶片了，然後2031年就要做出1.4奈米等量的這樣子的晶片了。你說這些公司哪個不緊張啊？對。如果我們台灣有公司不緊張的話，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這個實在是一個大地震。對，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全新的科技革命，剛剛講了嘛，這個包括了各個科技產業大佬都非常緊張，不管是輝達，不管是艾斯摩爾。那同一時間呢，艾斯摩爾現在是另闢一個新的商機的一個新管道嗎？因為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嘛，執行長特別跟馬斯克聯繫上了，因為馬斯克說要在美國的德州這邊蓋一座超級晶圓廠，而且是砸1000億美元的。現在被解讀是不是美國也要複製大陸的模式，做到請國家之力來扶植半導體產業？那這背後爭奪的是 AI 科技的主權，幹哥又怎麼看？但是我是覺得馬斯克他如果要造一個超級工廠，那個依照艾斯摩爾那個執行長傅凱他所講的就這個根本就是一個 crazy plan， 非常瘋狂的計劃。因為他說第一步投資下去就是我们台灣投資美國的那個價錢，就200億美金先丟了，但到最後這個廠在德州這個廠規模會大到1200億美金，那是多大的廠啊！其實我今天坦白講一句，1200億美金，馬斯克他要怎麼個融資法呢，才能夠融資到那麼多？政府不幫忙，我看很難的。所以剛才思明講的沒有錯，也就是說要扶植自己的產業。而馬斯克在跟傅凱兩個人見面的時候，傅凱說他很認真哎，本公司艾斯摩爾是全球唯一能夠做深紫外光刻機的。我是每天都要等着那個什麼SK 海力士或者是英特爾抱着現金來找我，為什麼？只有本公司做得出來，只有艾斯摩爾做得出來。可是你不讓我艾斯摩爾賣深紫外光刻機給大陸，給中國，對，你知道我們少了多少營收嗎？其實我今天坦白講一句，他講的不是我講的，他坦白講一句，他說雖然艾斯摩爾很賺錢，但是在銀根上面，老實講一句，每一家像這樣子的半導體像這樣子的公司他們都是在跟時間在賽跑的，真的一定是這樣子。輝達也一樣所以我一旦失去了這個市場會怎麼樣？大家就曉得了嘛。然後馬斯克跟他談的時候，馬斯克非常緊張，非常認真跟他談這個事情。他說：“總裁，我跟你講我馬斯克我一定要，為什麼你知道？因為我的特斯拉跟以後我的星鏈的整個系統，沒有你們艾斯摩爾的東西，我們是做不出來的。是，而且我非常非常的重視我們未來，就說我們這個電動車以及星鏈計劃，再過10年，能不能夠仍然引導着世界的潮流？這個是馬斯克他最關心的。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他說：我跟你講，這個封裝廠是從生產到測試到封裝一體成型。我們現在聽起來就好像跟着像華為一樣的嘛。美國人從來不幹這種事情的，現在幹了，你就知道說他們的危機意識有多高。所以你就在想，
輝達的執行長黃仁勳他所講的最後那一句話，說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把 AI 晶片的市場還給華為，我們還給華為，我們不要了。以前我有1/5的利潤是從這邊來的，我們現在通通還給他，為什麼？因為你讓我們失去了這個市場，就像艾斯摩爾也是一樣，他現在也失去了，也是一樣失去這個市場啊。但是當然那個1.4奈米是不是真的在2031年能夠成功啊？現在看起來還有好幾年，但最後如果真的成功了的話，那要倒霉的是誰？川普已經做完他的總統了，是美國的產業要倒霉，這就是事實。好，謝謝乾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